节目开始上菜啦！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哦。11点热炒店。男生就喜欢看一些影片，他们都好激烈，然后很多你知道各种不同的姿势什么什么。因为我自认为我是蛮死鱼的啦，巨蟹座好像都蛮死鱼的，对不对？我只随口说啊，我根本不是当真。你这个渣女，应该不会是鱼贩的爱情故事。他是鱼贩，我是死鱼。先替我鱼。这边也要有卫教宣导一下，其实对于男生来讲，看片子是另外一种乐趣。这是卫教吗？这是胡说八道啊！就是按照中医的说法，手淫过多啊，容易肾虚啊，容易掉发啦，或者是所以你才选择烫发嘛，看起来头发比较多。而且酒红色的 T 恤能够盖过肾虚的气色，脸色看起来比较好。11点热炒店选高差，不呛不辣不上桌。话说演艺人员呐、真的是讲什么话很容易就被放大，没错，对不对？有时候他在节目上那气氛一来，那一口嗨的那种，哇，讲出去结果被人家当真了。没错。我有一次在一个饭局里面，我就随口说，也不算随口说，我就说，他们说我是吃货嘛，对，我说对啊，我最近很想请客，但是都订不到好餐厅。哎呦，我真的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我刚好有一个定位，但是我不能去，要不要让给你？我说好啊，好啊。我心里想，那真的是天降一个好机会。对，他那个订的餐厅一个人是12000啊，这一请就是12万。哇，哎，10个位置，太贵了，一个人12000，就是那种很哪一家？好嗨啊！哇，唐老师，你人好好哦，好想跟老师做都想要。对啊我猜他是不想去，所以他让给我。真也是，所以奉劝大家啊，真的说有时候说祸从口出就这样。你真的说要请个客，哦，12万就这样给他喷掉了，真的我没有那么大方。天哪！哎，讲真要讲12个月的星座呢，再大方人12万这样喷掉，是的，不用好了，哎我们今天就来欢迎这些来宾。好的希望他们的故事比我还要惨。好，依序来欢迎来杨欧，老师好，小珍好，小珍平，陈真，3个都巨蟹座，真的。还有今天这边是立冬，哎呀，大家好。亚伦。哇，看起来这边好像也是很容易说大话的。你不能看到我就这样讲吧？没有，不是你，是那一位。好险，对啊，是他，不要对号入座。你来就是要扛这个的嘛，要扛我们这边的，我感觉你们这一组比较高调，是不是？张立东就是那一种话一喷出来，他自己立刻就会后悔，但又收不回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一下这个骑虎难下，自讨苦吃。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尾牙酒醉，喷掉6位数，看有没有比12万多速一点水。我刚刚听到唐老师的经验，我就有一种这个既视感感同身受的感觉。我们天但是你蝎座的是1开头的，我是这样子， 5开头50万，对。是哦，天哪！而且我是在就是因为我上一集有讲我很爱喝酒嘛，对我这次也是喝酒惹的祸，而且尾牙那个气氛一拱，而且那时候因为我要争取很多机会嘛，然后好不容易那一阵子就是经过了一番操作之后，哎，终于发片了，所以很开心，在尾牙的时候就开始大喝，我好像记得我开始在台上主持。然后主持完之后，我就很开心，他很开心，然后就也忘了怎么回家。隔天我妈就说：“哎，你要记得哦，要给50万。”我说：“嗨50万是什么东西？”这样说，你不知道你昨天在台上就大喊说我要捐50万这样子，没有人懂你哎，没有人拱我，真的没有人拱我。然后我就赶快过来说，是不是第一次有人捐钱，然后底下还尴尬？应该是没有尴尬啦，还是很开心啦。对对对对，你这次也不算冤枉，因为没有人拱他。对啊，没有人拱啊，没有骑虎啊，就是你喝酒误事这种。怪酒，真的。但是当下气氛应该也是有稍微被推一下。而且你应该很开心，你是捐的开心的啊。
没事嘛。我是想说，那有没有办法收回？你也想这50万出去帮助了多少家庭，对不对？对对对，我是捐到什么慈善单位，是不是？对，他们平常上班也很辛苦，好不好？所以讲出来应该让唐老师稍微安慰一下。我其实觉得这可以证明我们天蝎座真的很好拱，爱面子。对，好了，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哈，一边看日剧一边做什么？做什么这个话要不要交代清楚？这是谁？做家事，可能是做家事，做家事，因为不会是赵哥啊，因为这要一边做，可能体力我的没做啊，被做什么意思啊？但日剧方面可能是赵哥啦。对，不是日剧。好了，这我的啦，就是我们巨蟹座其实也很容易，就是我们就是好人，那是你，对，那是你，跟我没关系。好人，是好人，是啊，我们心真的是，对，我们容易心软，我们爱很大。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巨蟹座是好人，然后说那是你哦，那是你，不想承认，有什么可以我去坐对面。后面的话，我担心会讲些什么，先消毒啊，先消毒一下。好，我先讲啊，我跟我老公呢，就是每次就是你知道教功课的那个小乐趣，就是男生就喜欢看一些影片嘛，日剧嘛哈。那其实我没有很挺的，我没有很爱看，但是他就是要看，他才会有那个兴致这样子。那我偶尔就会陪他看，就陪他看一下，看一下就有声音的日剧，就有声音的日剧，然后动作比较大的，比较大的日剧，然后他看着看，他就会有 feel 嘛，这样子啊，有 feel 我们就可以如期进行这样子。因为他有时候没看就热不起来，那我就陪他。然后有时候看着看着之后，他就会不知道在跟我 murmur 什么。他说 ：“baby， 你看我们每次这样看啊，他们都好激烈，然后很多你知道各种不同的姿势什么什么。”他说：“我可不可以有个小小的心愿？”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心愿？因为我自认为我是蛮死鱼的啦，所以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这样的，我就在3招这样，3招没了。巨蟹座好像都很蛮死鱼的，对不对？对，现在3个都巨蟹座。看过狗熊一样哎，狗公牛，我跟你讲，椎间盘突出，对，赵哥在床上是鲑鱼，那是逆流向上的，鸡，拜托，很勉强吧？勉强啊，说很勉强哦。感觉已经闪到你没有了。勉强，我告诉你，现在就可以来一下。这就是我们巨蟹座迷人的地方，就是就算我们自认是死鱼，但是人家还是觉得我们秀色可餐。就说你自己就好。难怪叫做你要划清界限，还得了？而且毒蛇钻还得了？真的怕业务量太高了。你们真的很怕丢脸呢，好爱面子。比天蝎还爱面子。因为我老公就突然就说，他觉得那个剧情就是很激烈嘛，那好像反观我们这个地方就有点平淡这样子。他就说 ，baby 有没有可能哪一天呢，你就可以就是他们在演什么，然后我们就照做。比他对，然后他就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他的什么剧情？哦，他们剧情就是你知道那种各种不同的姿势啊，然后就送外送的啊，对，不好意思，最近外送的剧情非常受欢迎，对，哇塞，就让他喷水这样的，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说我们就有没有我帮你挑一个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就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事实上我根本就不想啊，而且人家那是专业的，我就是你知道专业死鱼啊，我不行啊。然后我就随口说，因为那一阵子我很希望我老公可以减肥，然后怎么样他都没办法减那样子，然后那时候大概83、4公斤，我希望他到76，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是76嘛，我就随口说了一句说，好啊，你要是可以瘦到76，我们就来啊，我们就来演啊，我就这样讲。可是其实上我早就忘记了，而且我也没有在关心他减肥的事情，我完全都没有，就大概过。可能有3个多月、4个月哦，他有一天晚上突然非常非常开心，就把我这样抓过来，然后全裸，我说他要干嘛？他就站在体重机上算他的净重，净重，你看，我现在净重76，达标。然后讲完我其实还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说恭喜你减肥成功。我说他要干嘛？他说嘿嘿，我帮你挑了一支。那我说挑了一支清酒吗？清酒挑一支红酒，挑一支骗子。对，然后我完全精挑细选，挑战你这个死鱼。对，然后我就这样看他，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答应过我啦，你说我瘦到76，你就要陪我演一出啊。可是我真的完全忘记，而且我就想说，你也知道，在爱时候的那个爱前跟爱后的话都不能听吧？那我只是随口说啊，我根本不是当真。你这个渣女，骗了老公感情。因为那个时候的 moment， 你随便说都是甜言蜜语嘛。你知道减肥有多难吗？对啊，你知道吗？我知道，做那也很难那很难。他就说你放心，我帮你挑一支比较简单的，然后就播给我看，然后就说我们就照来。我跟你讲，里面该不会是鱼贩的爱情故事？真的演死鱼，真的演死鱼，活鱼三吃，没有，你们讲到还有活鱼，这个好好笑。鱼贩，他是鱼贩，我是死鱼。然后先剃鱼，活鱼生吃，
雨里，然后翻鱼这样子，没有，就是他们那种一般的 A 片剧情啊。但是就是对我来说，那个姿势都非常难，有的要蹲，有的要颠，有的要抬脚什么，真的弄到我支离破碎，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自从那一次演过之后，我就跟我自己说，我们要非常尊敬女优，真的觉得他们这个钱太难赚了，他们会火车便当还要一边用走路的，很难的，我真的觉得腰快，我跟他躺了2个礼拜，我就觉得腰非常痛。她老公应该不会挑火车便当，那是为难的男优。对，我这边为难男优。哎呦，老师有在研究哦。老师，你都是吃台铁的还是高铁？要送？他就是要被抬起来，不得了！难怪你变那么瘦嘛，人生是一在尝试，想要成为便当。哇塞！我觉得就是不要乱答应了，很可怕。可是我觉得2个人可以一起看，还蛮我觉得 OK， 一起看跟一起演是2件事，好不好？而且人家其实片子里面，他们常常会分2、3天演完，对啊，有时候真的太累。是，那我请问一下，你怎么会深入了解？我应该要专业吧？好专业哦！那其实是要羡慕的啦，因为至少男生还可以看，对，不一定要一起演哦。但是我有教过有一任，因为他有感情洁癖。那感情洁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那时候刚交往不久，然后他就因为那个来，所以我们就可能就要靠自己。对不对？我们不能靠求情，就靠求情就是台语就是那个嘛，对，所以我们就是偷偷在厕所里面，然后呢看那个小片子，然后呢，但是有一天就被他发现了，他就说你在厕所干嘛？我就说因为你那个来，我就只能看片子啊。我没有跟其他女生他这个不行是不是？他说不行因为他说他这个感情洁癖就是说你看这个女生，你其实就不是我，你是对她在意，对，你对她有情感上的连结，你就跟他说，其实你是看男的啊，你会不会比较严重？那是我，对，然后他就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导致我们吵架。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如果要维持这段关系，我就必须要答应他这个事情。好了，我就说好，从此我不看 A 片。那如果你不看片子，然后你要求他用别的方式帮你的话，他 OK 吗？哇，那很专业。可是其实对于这边要有卫教宣导一下，其实对于男生来讲，看片子是另外一种乐趣。这是卫教吗？这是卫教吗？这是胡说八道吧？就是很多女生会不了解说一定要就是现场了才是一种，可是对我们男生来讲，有时候看片子是另外一种。赵哥也这样觉得吗？可是按照中医的说法，手淫过多容易肾虚啊，肾虚的话就容易掉发啦，或者是所以你才选择烫发嘛，看起来头发比较多。这么明显不能讲出来，不好意思，我烫发跟手淫有什么？而且酒红色的 T 恤能够盖过肾虚的脸色气色，脸气色看起来比较好。红色补火，红色补火。对，然后呢，我就夸下海口答应了。可是问题是，你知道这种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忍住，因为你假设你男生如果有群组，一定会有那种互相交流的，他可能会有一些 new arrival， 就是蛋白质女孩、新货少、新产品啊。如果你积了，你看20、30片，你就会觉得哇，我一定要看一下。这时候我们就会找各种借口，比如说去买便当，或者去倒垃圾。所以在便当店的时候，你是今天便当气氛很重，但是要快很准就是你那件事情，假设你去倒垃圾，你要赶快倒啊。然后这时候我就会默默的搭电梯到顶楼，公共设施，对，看起来像是变态，对啊，好变态哦！你想要吹风，那你利用的时间这么短，你时间这么快吗？请问那一栋大楼知道你张立东把顶楼变成你自己一个淫荡的小乐园吗？没有，我只是看，我也没有干嘛，因为我是看就好了。我想说，我一个也算是小有知名度的人，我为什么要躲在顶楼然后偷偷看？对啊，委屈。那我们就一起看。对啊，一起看或者看，然后我就说一起看他 OK 吗？我们把它当前导片。一起看他 OK 吗？对啊 ，OK， 他 OK 吗？他不行，也不行，他不行，他觉得就是好像有另外一个女生参与我们。在座的女性朋友们，你们可以接受另外一半看 A 片吗？我可以接受，就不要一起演就好了。你看你问错人，太累，我们又不是专业的，还要去看跌打损伤，好累。真的，怎么筋骨要有多硬？你就去可以对啊，陈真的身体有这么就是不要差吗？来烦我，你忙你的就好了。对啊，你女朋友好奇怪哦。对，就是对，所以后来就那个是别人呢。后来就走不下去了。就因为这样嘛。所以现在你的择偶条件就是，只要是女的可以让你看 A 片就可以。就 OK， 就80分，就漂亮，好高，看片这样可以。
个是履历吧？履历剪辑师。哎，可是我想要问一下，如果你们需要看片才能引起兴趣，是代表你们对另外一半已经没兴趣了吗？也不是，还是分开的？不是，也不是哎，它就是另外一个生活的条件，它是另外一个刺激的火源的火种。但是没有那个刺激，你看着你女朋友的脸，你就是没有办法了吗？应该不是看脸不行吧？不是，应该是说你有时候看那个东西会比较多一点的刺激，但是如果偶尔你会把这刺激带到现实生活，女朋友又可以接受的话，你就会蛮开心的吧？对，其实这是一个说不出来的秘密。对啊，对啊，其实大家都没有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对，心照不宣。对，只是说他女朋友不能接受这件事发生在我的眼前。而且我在想说男生会不会其实更介意女生看，因为其实男生很容易比较大小啊。对呀，对哦对说的也是。对啊，那如果看完之后回来看着，哎，几口紧这样。了解，失望这样。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叫人打卡到底有多难是什么意思？这是谁的故事？对，是我，对我曾经有一个经验，自己也是自讨苦吃，就是有，比如说像现在暑假有很多厂商，然后饭店会找我们合作，想说你们有小孩的人都可以来我们就是饭店亲子嘛，然后就是赞助，然后你们就打卡这样，然后提供你们一个譬如说3天2夜的房间啊，然后3餐啊什么的这样，然后跟公关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跟他，那公关就说，因为我是没有经纪人的，他就说，哎呀，像你这样没有经纪人的，我们真的比较好找到你。他说有好多艺人啊，有经纪人的，要不然就是已读不回，要不然就是一口回绝，我们都艺人都好难找，都找不到。然后因为我跟那个公关相谈甚欢，而且那个饭店也是5星级的饭店，然后我就觉得，这感觉很不错。我觉得演艺圈里面应该有很多是爸爸妈妈的人，很需要带小孩来这边放风啊，又离台北不远。我就说不会啦，演艺圈的人哪有这么难找？我就说不然的话，我来帮你找。我说你找，我来帮你找。然后那公关就说真的吗？吴姐，谢谢你，谢谢你。好大一个圈套。我就开始帮他联络艺人了。结果我跟你讲，演艺圈的艺人怎么骂他大头症是不是啊？没有钱谁去？一个比一个的这样友善，好亲切哦，每个人就开始问很多。不是，就是你就是问他们的时候呢，就每个人的要求真的百种，不然呢真的就是，譬如说，可能就会有人说我要4间房，然后3天2夜4间房，然后这4间房是全部的，就是都要跟我这一间房的规格是一样的，包3餐，包亲子活动什么的。我说啊，那你另外3间房是给谁？因为我也要去回报公关嘛。当然，他就说。我自己的朋友啊，我的小学同学啊，我的好朋友，我说那是 KOL 吗？也可以帮我们打卡的吗？什么？他就说没有，就是素人。我说啊，另外3间房要给素人，然后你1间房，我就觉得我就有点跟公关有点难以启齿。他说，但是我还蛮有诚意的，他已经对你很好了，他又没钱拿，他还是可是你要想，我当然没有差，你是我朋友，我也没有差。你要留你老公小孩下来跟我们一起玩都没有差。问题是那个公关他是要写报告的，你要那公关能交差。我现在骑虎难下的点是我是中间人，对，我不是你的朋友，我也没有拿好处，但是我要替那个公关想到，他来做这件事情，他是要写报告的。你为什么要找这个艺人？他为什么要4间房？他为什么什么这个？他也要上承他们的长官。你要替这个上班族想一想啊！可是各自都有立场啊，因为艺人他可能价值，所以我才会骑虎难下。然后其中还有一个是说，会包晚餐，晚餐在哪里吃？我说晚餐在这个饭店的在餐厅吃。他说那这样子哦，我的朋友说要来找我，我可以再开1桌吗？他说你可以跟公关再要1桌吗？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再跟公关再要1桌，因为他每一个人的那个规格也给的很好，就是烤鸭什么什么就给的很高。那他要再要1桌，跟我们艺人是同规格的，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跟公关提，我就答应了那个艺人，我就说可以，我说那你就再来1桌，然后我自己垫了。所以这件事情公关不知道，也是6位数吗？没有啦，10几，没有到6位数啦，但是有万，因为他1桌嘛。你到底为什么把自己放在那位置？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艺人，因为我觉得这个艺人是我去问他的，又不是他自己，那是我去问他的，也是你的朋友。对，然后他想要带小孩来玩，可是他也有朋友，然后公关也是我夸下海口的。那我已经后来瞧来瞧去，我觉得这1桌我可以吃掉，那我就自己把它吃掉了。下次然后没有人，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哪个环节不对劲了。对，你后来是封锁了公关嘛，对不对？
我没有封锁他啦，他现在他已经跳到别的饭店，但是我们都还会有联。可我这一拖啊，本来应该是公关赞助，我现在出的钱比那个自己去住还要多，还要多。对，我觉得一开始就应该把公事公办啦，你把名单给他，然后告诉他怎么跟他应自己对。联络。后来就是这样，知会一下。可是，一开始你会觉得说，我们都私底下都是朋友，我用朋友家庭出去玩的名义问你要不要一起来玩。可是说不定中间你一直自己觉得尴尬，那说不定这个艺人你开给公关，他们相谈甚欢，他觉得这艺人开的 offer 他们赚到啦。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可能对每一个人艺人对啊不一样，所以其实还是要 pass。当然啦，我们艺人出门没有钱是出不了门的。哎呦，师傅，你们的心里话有错吗？你们装什么嘴脸啦？而且我们还要骂我们，真的奇怪。有没有跟我讲过，张立东只要有顶楼他就可以。对，社区的公社要小心，对 ，WiFi 要好。社区公社要小心，真的。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直播口嗨倒赔酬了，这个蛮惨真的，这就是我的故事哦。因为这几年啊，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啊，那个直播很兴盛，对，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所以要买东西干嘛都是在直播，所以那几年呢，直播啊，就因为疫情关系。哦，真的，他们是赚的是盆满钵满，真的，而且真的是年收入都是可以破亿，大直播主，小一点的直播主啊，千万百万，一年的收入也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当然了，疫情过之后，当然这个的行情就没这么好，就大家开始很辛苦经营，所以那些直播主开始怎么样呢？就开始会找艺人了。我就运气很好，就是前面那几年。刚好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被邀请去做这个现场的直播。那直播不外乎就是卖货，所以我也去过那种卖生鲜食品的，也卖生鲜百货的啦，也去卖什么保健食品啊之类的，玛卡之类的，或者是预卷发器啊。可是对，生活百货，那就生活百货。可是这个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去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那一次是遇到一个直播主，已经做了3年，所以要办一个周年庆。哇，那就当然就很开心。可是呢，他的人数啊，他过往的时候啊，大概3-5千人同时开的时候没有问题。可是因为疫情过之后，就大家都可以买得到、吃得到，就看直播的人少。他想要冲这个人数，怎么冲就冲不上去，大概就2000、3000。下面呢，就看他的粉丝就觉得就会讲，就是说今天都没有福利，3周年的都没有福利，可不可以看到一些福利？那说实在，直播主就已经经营得很辛苦我们来就已经拿那个钱，你叫他再给福利，其实有点给不出来，你知道？那你也知道，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难免会喝一点嘛，喝一点什么东西我们直播没有呢？知道你上节目也会直播的时候，我是喝一点茶水，你们想到哪？我是喝一点茶水，所以就嗨了，你知道？那这一嗨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直播主讲，我说这样子啦，今天如果人数破5000，你就加码，1人1万，给5个。直播已经播出去了，那直播主的脸他不能说不答应，他就说好，赵哥你一句话了，好了，那如果真的破5000，我们就抽现场的那个直播的1个人1万，我们抽5个，就开始就慢慢对。那时候只有2000个人，那时候才2-3千人，可是你知道2-3千人要冲到5000没这么快没这么容易，而且那个时候我跟他讲的直播时间是2个小时，而且那个时候呢也已经1个半小时，我现在在想。应该不可能，也冲不上来。我跟你讲，真的有钱能使鬼推磨。1个半小时以后呢，当然开始要加码的时候，慢慢人数就上来。大概1个小时45分的时候呢，接近要5000，就一直上下跳。好，那下面粉丝就开始会闹了甘愿一点啦，今天3周年啦，这个直播主就大方一点啦。那直播主也不啰嗦，好，那我们就来抽嘛，就是说先讲好要有分享的要什么样的，我们才来抽。然后抽5个，也就很快的抽完。抽完那个时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1个小时50分了，剩最后10分钟，我心里面想，我终于要安全下庄，我的时间要到了。我们基本上是压表照钱来算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下面就粉丝就开始在蛊惑，就在闹说怎么没有看到赵哥加码？
我心里想，指令5万干我屁事啊！我要加什么嘛，对不对？但我也没讲这个，我心里面想说啊，大家开心就好啦。今天直播组啊都已经加了这个5个人1万的什么什么的，结果这时候换直播组来弄我。因为前面是我弄他嘛，他总要赚回来嘛。对，没有，他也没赚回来，因为那是给粉丝的，他就直接讲，好了，那个赵哥哦，快要回去赶高铁了，不然这样子啦，最后10分钟啊，如果人数破8000，赵哥一个人5万，你敢不敢给？哇，5万！我心里面想，一个人5万，对，一个人5万。我心里面想，一个人5万也还好吧。那我还问他啊，你要送几个？我们大哥他妈出来，当然不能直播嘛绕苦，对不对？你自己给自己挖，自己又插了一刀。没有，我没有插，我心里面是这样想说，我只是想说，你要给几个，我们就配合到底，因为我心里面想剩10分钟，不可能的，不可能。他说不然这样子啦，给3个怎么样？3个等于15万，我这样，我说确定哦，破8000哦。要破8000才有，那时候还5000多嘛，对，才5000出头，而且一回跌下去，一回上来，所以上不了。我说好了，那就最后10分钟，破8000，我们就一个人给5万，抽3个。天哪！这个一讲出去，花一出去以后，哎，笑死人了！不到5分钟，12000人，12000人，然后下面粉丝就讲。8000的话就有一个5万的，那现在12000是不是要累加？等于说将近要给7个人的5万，怎么可能？我说假赛卡进啊，那我可怜啊！我当时心里面在想，会不会因为你也知道直播有的时候可以买人数，对，一下子去灌人数把它灌爆，你知道，就故意弄我，你知道，但我们也不能讲什么，就装了，好棒，好了，我们接下来抽3个5万淌血啊，就开始抽，还真的抽嘛，哈，就5万啊，就记好了哦，这些人呢，私底下给账号啊什么，那是不是下播了？那我是不是就要跟他讲说，哎，那各位你扛一下啊，这个不可能找我啊。他们说，哎，没有，赵哥，我们都玩真的。哎，对不起，我们都是玩真的。我们这听起来有点心酸。等于说我今天来的什么卡？所有的钱都要肉贴啊，就变成我们拿回去少少的那个车马费而已啊。这会不会是设好的陷阱？对啊，应该不是。可是严格来说，整段故事最后那刀是他自己插的。因为你本来只要5万就好了，你还问几个？我不知道说会这么离谱的人数。这样子冲上那么快，后来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过，其实直播主他们是可以买人流进来的，我忘了这件事。然后他为了要这个直播人数好看嘛，那个气氛热，可能一买爆了，买到12000，买过头，买太多了，对，买过头了。要不然其实有可能那一天不用那个钱啦，根本就不用花那个钱。而且赵哥那时候可能也喝过头了，没有。对了，你要知道这有个好处，它可以干嘛？你知道吧？它可以剪片，剪 reels。把那个精华剪的时候去播嘛，对，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对行销的帮助。所以你真的就花了15万，那不然怎么办？哇塞，哇，没辙。那你是好咖啦，上当了。没有，这个当然之后会再谈了，还要再多去几次给他赚回来啊。那你下次去不要再冲动了，对，不要，不会，少喝一点茶水，少喝茶水。好了，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哈，下一个就是要来看武打爆破样样来，谁这么厉害呢？你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弱？对，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住北京嘛，然后北京会来回，就是回台北的时候，我就可能会接到一些试镜的那个剧本机会，然后我就有一次呢，我就收到一个剧本，是他希望试镜的女演员是要演一个警察，但他的条件就是稍微要会跳舞，因为他的那个平常的嗜好是跳舞，所以大概可以什么筋开腰软就 OK 了。好搏健筋的警察。对，然后他就说，他就平常喜欢跳舞，然后因为警察也需要一些肢体稍微比较矫健，身手矫健，然后我就拍了一个那个试镜的影片，那就是前面就是拍一小段跳舞，可以劈腿啊，当年还可以劈得下去的时候，就展现一下筋开腰软，然后另外就请了一个朋友陪我演那个被我制服的那个。抢匪就是警察，简单的就是把他压制而已。然后这样寄过去之后，其实我本来觉得应该给我机会不大，因为我其实肢体就是会跳一点舞，但是打我真的不太行。我觉得以后陈真可以找你当范本，对，可以，就是可以旋转的部分。腰软。然后呢，对，那试镜带应该给你拍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寄
寄回去了嘛，寄回去想说几率不大，没想到我是3个入选的女生哦。然后呢，他们就说你再拍一个你平常就是反正就是比较像文戏的地方，就是简单的对话，然后再寄回去，我试上了，然后我就想说太棒了。然后呢，当时呢那个制片他们就跟我的经纪人说，那你问一下艾雅，就是她平常有没有运动的习惯？有运动的习惯更好。这个时候已经试上了嘛，我当然说可以呀，有运动的习惯，有重训的习惯，我有在跑步，有在跳舞，讲得很满。然后其实我就是还好，就我就是小运动，小运动会跳一点舞，就这样子而已。他就通知我说，差不多要过去训练的，因为我们的时间就是压前面有1个月的训练时间。其实我那时候想就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我演警察，然后为什么我还要训练？然后他们就说没有，因为呢是让演员间的那个默契更好。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要上什么课，就是反正就是要去训练这样。我说好，然后我就心里收一收就去了。到降落的那一刻，他就说新的剧本来咯。我一打开，我演的是特务。Oh my god！ 然后呢，那个我已经降落了，我已经要开始训练了。然后他们就当然剧本一来，他们就说，因为我们剧本大改，问一下艾雅这边，就是你的大概可不可以接受吊威亚啊，就吊钢丝，然后呢会有一些爆破的场景，你 O 不 OK？ 当然要说 OK 啊，就是阿汤哥的那种跟你的等级已经完全不一样，但还是要说 OK 啊，因为人都到了嘛，能说不 OK 吗？来都来了，钱付了吗？头款付了，头款付了。然后我就进那个训练，开始训练了嘛。哇塞！我是跟一群武行哥哥们，每天要前滚翻、侧翻，然后拿那个像板子要，就是真的玩以前那个要劈空手道几片要劈，我真的是傻眼，因为我连前滚翻我头都会卡住的那种人。可是翻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可以调整一些动作，但你行不行？到这个时候我还是说我行啊，就是太硬了啊，真的是骑虎难下。然后我后来开始最开机的第一天，我就碰到一个下马威，因为前面都说可以嘛，然后导演碰到你，我们前面开始就套招的时候，我也都还勉强，因为腿还算踢得高，所以还算过关。可是我真的很怕爆破。第一天开机的时候，就有一个木箱，就是在这边，然后你就是要拿着枪靠着这个木箱，然后爆破就会在你的脸旁边，对不对？好可怕！然后这最可怕。然后导演一开机的时候就说：“好，艾雅，你就是贴着这个，然后就会几秒后武行就说会爆杀3个888这样，然后你要贴着木箱走。我一开 action。”我就绕这么远，就要重来了。你早就知道这里有爆破，我明知道那里有爆破，我还要贴着走。然后那个导演就说：“咔，你在干嘛？”我说：“有爆破。”他说：“不然呢？”就因为那个时候常常听到我们同时还有别的剧组他们也在拍爆破戏，有一个男演员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是要爆胸口，然后爆破可能在右边，那你就是要。对那个套招的时候，就是左右左，你就是不要跟他同时，他爆的同个频率。结果那个男演员就忘记，所以爆这边的时候，他转这边，脸就炸了。然后于是呢，我那一段时间，每一天都是非常。惊恐，然后而且我很焦虑，我全身都是伤。可是因为一开始是我自己说我可以的，其实又有一种是面子问题。经纪人在干嘛？经纪人就是觉得一个机会啊，可是他是人生的突破啊。对啦。杨浩的故事跟他的故事就是说，经纪人很重要，你知道吗？真的，而且因为每天你想到就是你看我们要跟那些灵演套招的时候，我已经算很烂了，灵演一定比我更烂。然后那个拿那些假刀，前面用假的木刀。我大概有5、6次吧，他要从我眼睛这边划过。然后，那你划过你能怎么办？就是等 ，no stop， 然后他已经这样划过来，我只能闪这样，所以一度都觉得我会死在现场。但是拍打戏真的不能随便说好，万一毁容真的不差很。因为我有一次经验也是在横店拍，然后因为打拳套招的时候，你的头要甩很大力嘛，那是外行人甩很大力，他们已经警告我说不能这样甩。我拍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有一天起床我是起不来的，就是背整个很痛啊，就急性拉伤。然后我是在那横店找一个中医师帮我按，赶快我才能起身，然后回台北去看医生这样。所以其实拍戏是很辛苦。他讲到刚刚那个爆破，我之前也发生一个那个事情。
因为我们之前是拍类戏剧，所以我们没有钱啊，请爆破师，对，所有的爆破都是自己做，自己做不是弹啊。你是去那个鞭炮行买那个鞭炮，买鞭炮还要买那个圣诞灯，水鸳鸯，圣诞灯不，水鸳鸯那只是取它的黑色火药，我们自己去做，然后去做那个圣诞灯泡，把灯泡剪开以后就变成。它那个钨丝是跟那个氧气是接触了，所以加火药会爆。那一次拍一个枪战片的时候，因为是特约演员，所以怎么演都演不像。就中弹了，那衣服都换了，已经快没有衣服了。导演就火大，导演就想说：“你搞什么？你爆破怎么做的？”导演不好意思骂演员嘛，你知道？好，我心里面想，反正也没有人了，就干脆我自己，我做大一点的。就包一个很大的，用2枚圣诞灯哦，哇塞，把那个玻璃剪开，然后到平常有爆破那个声音，再加血浆话，大概1发的那个鞭炮水鸳鸯就可以了。对，我这次用5发，5发水鸳鸯的火药全部弄出来，跟那个圣诞灯再用黑胶布包起来，它过一通电就砰一声，然后那个血就爆出来。那个演员也太惨了吧！然后连你的头发也烫好。到现在还是卷。那时候还没有烫头发，那时候那是那个 OK， 直到现在都还这么卷。30年前的事情。好，然后那时候导演就说：“来，最后一次了，快！”因为天快黑了，然后我们一通电，啪一声，哇塞，那个血浆整个爆出来。导演一看那个镜头 ，OK， 太好了，收工。收工，那人还躺在那里，我演员躺在那里，天哪，给炸晕了，人生收工，啪一声，他这个人昏倒，起不来，天哪，悲剧，没死啊，还笑被炸晕，因为那个太大声了。那耳膜不会破掉吗？应该会听不见一阵。就耳膜破嘛？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又不炸我自己。你耳膜有破吗？拍这种戏的时候，演员都太惨。我们那时候最后爆破的时候，我们最后4个主角要走出来，后面整个那个废墟要整个全炸毁，所以我们要走出来。然后我们站在那里准备的时候，我们就在看说镜头嘞，哇，镜头在远远的在大门的外面，就是很远，没有人在我们身边呢，所以就只给演员就炸，没有人要管你。然后炸完那次，如果有人放炮，就是演员吓到或什么的，没有办法重来，所以我们只能够，如果炸伤了就是炸伤啊！天哪！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远，跟赵哥一样。没有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拍类戏剧没有预算，你那是什么戏？怎么会搞成这样？有预算。你那多久前的戏都被他拿完了？ 4年前。喂，没有，还好少文，还要拖人家下水，拖一个。但是任何爆破戏都是有危险性的，真的是危险，不能担心啊，对啊，很可怕。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参加婚礼变主持人，这很长啊。对，艺人每次去不是都是这样啊？对，那这可是你心里要有点预期嘛。那我是完全没有预期，你本来是当宾客而已。对，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妈，然后她就是跟我不是。不要这样，一定要当主持人的吧？小心被告啊！小心被告，或是伴郎。也希望我妈幸福。赵哥要不要介绍一下？赵哥已婚。不好意思，我有孩子了，谢谢。我也有挑的了，我也有挑。好叫不出口，对不对？叫不出话。看看你的头发。你可以看一样的啊。反正就是呢，我妈就是我之前有答应她，然后反正她就是快到的时候，她就说，我就答应她我要参加她一个我邻居，她跟我差不多同个岁数，然后她那时候就是女生，然后还要结婚，然后我们现在是算是好邻居嘛，然后我妈就说，那因为她一个人参加婚礼很无聊，她就说，那你要不要陪我参加婚礼？然后我就想说 OK， 然后就到婚礼当天，因为我前面有工作，所以我就答应她说，我工作一结束就会赶过去那边了，OK 的。然后呢，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工作一结束，她就一直问我说，你现在到哪里了？然后我就说，在路上啊。然后可能过5分钟，她就说，急了，到底还要多久？我想说，不是啊，我人到了，我其实只要红包包了够，是怕没吃到前菜还是怎样？我只是陪你啊。对，然后反正呢，我就到了现场了之后呢，然后呢。突然我就看到那个司仪小姐，她就直接说：“那我们欢迎今天婚礼的主持人张立东。”哇，你是主持人？我就看着我妈，怎么会？什么意思？然后她就把我推上去，然后全部人说张立东，我就上去了。可是你那时候已经迟到多久？其实刚刚正常算正常，因为婚礼都会小迟到嘛。那你知道新郎新娘的名字吗？对呀，新娘知道吧？就是我今天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一对
新人地表最长婚礼，我就直接这样讲，然后开始，然后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新郎叫什么，他们也很赶呢。对呀，对，婚礼怎么会这样子啊？对，然后我就开始主持，然后我想说，那我们一般艺人只是上去讲几句话 ，OK 了吧？没有呢。然后他就说，那我们现在，我就看着我妈就说，就是还是给我比个赞。你妈跟导播的功用是很像的，进去，然后我就开始从他们的新人进场啊，然后到了那个，然后叫双方父母啊，然后到那个还要换二进，对，全部哦。然后呢，后来我才想到了啊，原来我是有一次我妈喝醉了。他打给我，喝茶水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说，那个婚礼哦，那个邻居婚礼你要来哦，我就说我就随便他说你喝醉了，你赶快休息。然后他就说，然后我有答应，然后但是旁边就是刚好是他们那个主办的妈妈，他有听进去嘛，所以就变成说我答应了。所以他就跟他们说啊，我儿子 OK 的，你只要给他一个麦克风，他把你从头到尾办到好。不是啊，但喝醉的是你妈妈，为什么是你不记得？你也喝醉了，我觉得他喝醉啊，所以我只是敷衍。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没有把它当真。那问题是，其实我也想下去啊，因为其实如果他们在换衣服的时候也没有我的事嘛。然后我准备要下去的时候，然后我妈就拿麦克风说：“其实立东很会唱歌，你们大家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说今天有很多宾客，让我们欢迎黄立行，我就要上去音浪，然后在那边带场，然后模仿秀。然后清唱吗？对，没有音乐。我妈算专业的，她有自备卡，他还帮你带卡了，然后就从音浪唱到周杰伦告白气球，然后再唱到什么郑敬一，NG 被嘟的关都呀，我全部唱完了，3+1给他。哇塞！天哪！一般来说那个大概是要40-50万的价钱。对啊，有红包吗？对啊，没那么贵啦。他有至少包个红包给你吗？对，最尴尬的是我最后还是要向人形立牌跟就他们送客，我要站在那边从头拍到尾。你有人会跟你拍照？还是有喝醉的时候啦。但艺人其实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很长，对啊，我觉得婚礼真的是一个麻烦的制造机，因为我前阵子刚办完婚礼，然后婚礼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困境，就是当时其实因为那个饭店我办的饭店，它的8楼是有户外场地的，然后我又希望我来的，因为宾客可能有6-7成都是我圈内的好朋友啊、大哥哥、大姐姐们会来，所以我就希望它是一个比较私密的环境。那它那8楼就可以一个厅是餐厅，然后外面有那个户外证婚的地方，然后所以我就一开始就决定要办在那边。可是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的餐厅的桌数很少，它最多就是只能29桌。然后当时其实我就跟我老公讨论说，其实29桌我们两个 O 不 OK？ 他就说他觉得应该不够，然后就这样算一算，他说应该不够。可是我又想，如果办在他的5楼，5楼就是会比较公开的场合，就是5楼就是旁边会有电扶梯上下。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纠结了很久，最后想说没关系，因为我老公跟我说，那好，他有一些以前的朋友，他就不约了，然后你看看这样够不够？我就要夸下海口啊，我也说够。绝对够，因为我很谨慎，我就是希望都来的是跟我这种8分熟以上的好朋友，然后严选，除了严选之外，大家就是可以非常放松的玩到嗨，酒水可以喝到足，然后在那边喝醉也没有人管你这样，然后结果呢，29桌真的坐不下，不可能。然后你知道我最害怕、最恐怖的是什么？其实一发消息，我到很晚才让大家知道我大概什么时候办婚礼，就有一些。同辈就算了，就是说你怎么没有约我？你要约我。结果我收到一些长辈，然后跟我说，你办婚礼怎么没有找我去啊？然后呢，我就看着他说，对不起，那个因为。姐姐哥哥最近因为很久没联络，我觉得这样太冒犯了，所以不好意思，人家想要包给你10位数的，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而且还有当时在发喜帖的时候，我还请我的家人就亲戚说，他们比如我的晚辈可能他们有3个小孩，然后我就说那你们可以带1个来就好了，然后他们就说怎么选？对，他说怎么选？然后还有就说也要找到保姆什么，我说对不起，因为我真的坐不下，就只能留这样子的位置。然后我老公那边很多朋友跟亲人也都没有请，其实微尴尬，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工作遇到一些
朋友，我就眼神会有一点闪烁，因为我就觉得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其实婚礼这个真的很难，这个美感很对啊，对啊，你不能再办一次吗？再办一次啊！你下一次办好一点嘛。下次大家都来好不好？那你可以分上下半场。有赵哥吗？对，下次都来，大家一起来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整日气喘，徘徊生死边缘。哦哟，这个是我这严重哦。就是我现在也还是租房子这样子，然后有一阵子我就在找室友，然后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找了房子找很久，因为大家会看风水啦，会看交通方不方便呐，但是我一直没有跟他开口说我想要请他一起来，是因为他养一只猫，然后我对猫的过敏程度是真的会。其实是会气喘窒息的，像我去唐老师家，我也不能待一整天，对，因为他有一只很漂亮的猫，对，然后那个长毛，你就一直吸，你就开始不能呼吸了，紧起来了，你就知道你要离开那。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找太久了，我就好，那没关系，我就试着看看，因为我也听说过敏这件事情好像久了之后可以慢慢会习惯，对，可能吗？可以有些人有会比较好，像我女儿就是哦，我轻微的啦，可能可以。所以我就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说，那不然你就来这样子，然后他就也很贴心问我说，可是我有猫，这样说没关系，那个应该可以适应这样子，然后所以他现在就是跟我是室友这样子。但我现在就是每天呢，除了气喘药要吃之外，我还要随时带那个喷剂。天哪！然后你们看那个手上的抓痕都是附加的，就是蘸水。对，那个猫会抓你哦。它是会叫我拍它嘛，拍一拍之后，它可能太爽，就会反过来咬你一下这样子。所以它猫是可以在家里自由走动每个角落。可以。但是我现在有觉得有渐渐爱上猫啦，因为我以前是狗派。那你有比较好吗？这个气喘一点点，就是如果太长时间，还是不能跟他一起睡，对，还是要回到他的房间睡这样子。但万一如果醒来发现他在的时候，我就会先喷一下了。对，这个就有一点为难。辛苦，对呀，租约还有2年啦。我就想趁这个机会说，那个房租你可以多付一点嘛。这个很实际。所以你看吧，有时候口嗨真的只会害到自己。真的。你看这些前辈们的故事呢，就是希望观众们听完之后，记得有时候祸真的会从口出。没错，永远记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让自己骑虎难下。我们谢谢今天来宾的分享，谢谢，下次见了，拜拜。感谢大家收看，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See you next time, together forever.